Hello， 我是阿迪，没有错，四角恋在睽违2年之后，终于要在一起合体出国拍片啦。那我们这次要去的是土耳其。但是因为土耳其很大，所以这次规划行程的时候，我考量了所有人需要拍的影片主题，跟收集了大家需要去到的地点。最后我是安排了2段内陆飞机，还有整趟的包车服务，这样可以让大家最有效率、最专心的完成各自的拍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土耳其的路线。首先我会带大千跟哥哥在伊斯坦堡拍摄几天，再来Hook会从首都安卡拉直接到卡帕多奇亚跟我们会合，然后接着我们再进行大约5天的土耳其内陆旅行。每次出国除了排行程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学当地的语言。我这次要去的是土耳其，要学的是土耳其文。我现在呢对这个语言一无所知，它的书写系统啊、发音啊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做了一点研究，土耳其语源自突厥语系，大约在11世纪，突厥人打赢拜占庭帝国之后呢，开始进驻到今天的土耳其。现在伊斯坦堡看到的清真寺、地毯、烤肉文化，很多都是那个时候融合下来的。总之就是感觉土耳其文会跟我以前学过的拉丁语系、意文啊、法文那些完全不同。但是这次学习跟前几次不一样的是，我想要让出国玩之前学当地语言这件事变得不要那么遥不可及。我觉得要一个一般人在出国前花个30个小时、100个小时学习语言是不可能的，就没有人有那个土耳其时间。所以这次我想要以一个观光客的切角，单纯在出发之前，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找一个土语老师，可能上个3到5堂线上课，不会花太多时间，来看看这样子的学习跟之后的旅游体验如何。那这也是我每次学新语言都选择 Amazing Talker 的原因。老师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客制化教材，不管你是想要像我之前意大利文硬考的重度学习，还是这次土耳其文比较轻量的学习，都能让学语言变得更有趣，也更贴近自己的需求。平台上有来自全球超过1万名老师，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家教平台，所以不只是学各国语言，像是现在连升学课程、国文、数学、物理，只要你想学，几乎都能找到适合的老师。找老师的时候可以使用平台的 AI 智能推荐功能，输入想要学习的目标跟上课的时间，3秒钟就可以配对适合的老师。想要像我一样慢慢挑课的话，也可以手动搜寻关键字，一个一个看不同老师的自我介绍、课程摘要，还有历年来的学生评价。而且在 Amazing Talker 上课不绑约，完全可以一次只买1堂课。那一样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会把10美金的课程兑换券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然后接下来就让我来找找我的土耳其文老师吧。Hi. What's your name? Ray. Ray, Your yeah. name? And I'm Rafi.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Taiwan. Okay, great. And I'm from Istanbul. And you said that you wanted to go to Turkey. I'm actually heading there exactly in 1 week. But now I have nothing.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hello in Turkish. Let's do that. 好，我现在上完了2个小时的土语课，我已经有非常多心得了。首先呢，土语根本就是语言界的混血王子。你知道土耳其文其实以前用的是阿拉伯字母的系统吗？是一直到1928年，他们的国父阿塔图克才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改成是拉丁字母的书写系统。那个时候就是帝国制转成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在建国之后，希望平民的识字率可以提升，所以把土耳其文的声音重新的 map 到了容易读、容易学的拉丁字母里面。这个让我想到韩国世宗大王在1446年创造韩文，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们的识字率可以提升，都可以学会。但那个是1446年，土耳其文它是在1928年才诞生的，所以这个语言其实才不到100年，超级新。然后跟韩文一样，因为它的目的是设计让平民也可以学得会，所以它是一个 phonetic language， 也就是你看到字就会知道怎么念，几乎没什么例外。然后再来我们讲文法，它句子的结构是 SOV， 也就是主词、受词、动词。这个呢跟日文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僕はリンゴ食べます。And Ermayin yedim。而土耳其文也是黏着语言，意思就是所有的文法变化都可以黏在字尾，规则稳定，变化方式也很像日文。举个例子，吃这个动词是 yeme， 那它可以黏出以下这些变化：我吃了是 yedim， 我没吃是 yemedim， 我会吃是 yedim。那这个就会很像日文的 tabeda、tabedakata。食べる就是后面加上一串字尾来表达不同的语境，而且再加上它的名词也没有阴阳性之别，所以这个语言整体来说的不规则性比起意文、法文还要低很多。OK， 然后最后一点，土耳其呢，因为它邻近这些欧洲的国家嘛，所以它也有很多 loan words， 也就是从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借过来 garçon、garçon、biglietto、billet、tomate、tomates、telephone、
telephone。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学拉丁语系或是英文的话，有一些单字你会觉得哦，这个我看过。总之，我觉得土耳其文非常的有趣，发音像意大利文，文法像日文，然后又时不时有一堆其他语言跑过来的外来语。所以说，土耳其文对目前状态的我来说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学。好，总之呢，我在学习完之后，如果过程还有发现什么有趣的点，再跟大家分享。拜拜。我这次要去比较久，大概1个月。See you ready。了解。拜拜。大千，你现在的新 look 是有钱 look，因为我现在是富二代啊。你富二代在哪里？现在是我爸爸。我们这次的话是分开各自前往土耳其。哥哥他现在已经在欧洲了，然后Hook他提前先到土耳其拍片，他们都好有钱。所以呢，在台湾出发只有我跟大千，然后我们会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堡跟他们会合。我要学 Hello 是 Merhaba， 然后谢谢是 teşekkür ederim。你有没有想要学的一个句子？今天可以去你家吗？ Bu gece senin evine gidebilir miyim？ 好，我放弃。Teşekkür ederim。我这是因为花比较少时间学，所以我只上了大概5-6堂课，然后课堂以外的时间我也没有多学，所以我现在准备跟西文一样，就是下载一些影片，因为我觉得在飞机上看影片的效果超好，因为飞机上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所以你把好的影片教材下载下来，然后有笔记本的话，你可以学到超多东西的，所以可以把这5堂课的所有内容，加上一些其他比较好用的旅行句子，应该就有蛮多东西可以讲的了。我这边下载了几个，这些加起来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新买的 MacBook Air， 它是天空蓝，看得出来吗？它有点淡淡的蓝色，很漂亮。M4 会比较快。我们这次是订从台北直飞土耳其，然后我们搭土耳其航空。一大早我就先收到一个电话，是说飞机会延误大概40分钟。然后我刚刚又收到一个自动化的语音讯息，说又要再延大概40分钟。所以我现在飞机延误了1个小时20分钟。你没有遇过飞机延误哦？没有哇，那你很幸运。我飞机延误，我可是飞行专家，很有经验。好，我们准备要去搭机了，第一次搭土耳其航空。听说可能会被踢下飞机哦。哦，因为它会超卖。我真的是有听说有朋友就是土耳其航空，就搭很多次，有2次的经验是超卖，然后要调整。好，你看我们新的时间是10点40分，而且它这个取消的这个图示，感觉做得很精致，是不是因为很常取消原本的时间 ？Hello， 我们坐在这边，我们来开箱一下它的经济舱。其实目前看起来还不错，还不错，对。而且它经济舱的耳机是这种耳罩式的。空间的话大概是这样子，这里打开来。非常标准。切，而且他们的荧幕好大，而且很清楚，蛮大的。对啊。还是 English 好了。而且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人被踢下飞机。如果刚刚讲的话我冒犯到的话，我很抱歉。他们的制服蛮好看的，这里面比较可怕一点。我刚刚有听得懂他讲那个 Good night，Good night 就是早安的意思。它这也可以调整高度。然后可以把它这样凹起来，这样睡。但它有点软，你如果往这里靠的话，它会慢慢的往后弯。这个可能要硬一点。经济舱还有这个过夜包哦，长荣华航也有啊。有吗？哦，只是不一定有这么大而已。有拖鞋、眼罩、然后袜子。飞机餐它有2个选择，粥或者是炒蛋。但是到我这边的时候，只剩炒蛋。粥很好吃。被大千吃完了。哦 ，OK， 有。你干嘛一直盯着我镜头看？盯着我镜头看，我也没事做，中规中矩的。这是午餐，然后它有鱼跟鸡。但是到我这边的时候，一样就只剩下鸡，所以只能选鸡。哇，伊斯坦堡的房子好整齐哦。好，我们到伊斯坦堡了。你觉得 Turkish Airlines 怎么样？可以了，我也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座椅有点烂，座椅有点坏掉的感觉。对，就是
就明明整个机器有点松松的，可是整个座椅就有点怪怪的。但我还是睡得很舒服啦。11个小时，我应该有睡了5个小时啊。虽然椅子小问题，食物都很好吃。对，食物我觉得其实是算不错的。虽然说到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食物我都没得选，但是食物都是那个炒蛋就是普通，但是那个鸡肉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刚刚在飞机上大概读了3个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的书。我有说，如果看到什么有趣的要分享，就是土耳其文里面呢，有很多国家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食物。他们埃及是玉米，葡萄牙是橘子，然后很有趣的是，土耳其自己的国家名称也是食物 ，Turkey 是Turkey 是火鸡，所以他们后来改名知道吗？他们变成是 Turkey 我不知道，他们大概2、3年前把他们的国名改了，就是因为怕说大家会混淆之类的。这个机场好少人哦，很空旷。Welcome to Istanbul。它这里的计程车还分黄色跟蓝色的，它能够去到的地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坐一个超大的 taxi。Teşekkürler。拜拜。Good day, good day。因为我们的行李比较大1K，所以它的灯光，所以我们这样子过去。高档的夜总会。前面很漂亮。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之前去印尼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去巴厘岛，所以巴厘岛主要是印度教。没有猪肉吗？这边不会有猪肉。这个门好像有点故障，还在修。OK， 它修好了 ，Bravo。 But anyway, keep this one closed. OK。 Okay.那我们在哥哥来之前，先请大千来帮我们导览一下这次在伊斯坦堡3天的住宿。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伊斯坦堡的这个房间。首先，这个是房东他的阿嬷留下来的。我没有想到你要鞋柜哦，对，讲得这么细。一下自己的仪容，这样看它采用的是一个宫廷跟工业风的一个设计。像这个操作就是非常的工业风，但是我们镜头一转到这个客厅，哇哦，这个非常欧式宫廷风的感觉。这个部分就是。这是镜子吗？不是，象征着对艺术的反思。就是你以为它中间会有一幅画，但是它其实没有。但是这代表它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了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把这个中间这个部分留白，我就看你要讲多久。生活处处都是一个艺术的痕迹。这个纹理其实也很好看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墙壁的这个纹理也可以当做一个艺术的展示，这样子。好，谢谢，生活处处都是艺术。我们这个房东本人从这个淘宝淘来200块掉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卧室。这应该是哥哥的卧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房东非常的会这个 DIY， 像这个门把是坏掉的，这个是一个纽扣但是也没有不好啦，也没有不好啦。Oh my god， 它已经关不起来了，它已经关不起来了。可以啦，可以啦。可以，要这样卡进去。这边东西都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欧洲的魅力，好不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的区域，那餐厅就是可以。为什么餐厅要放一个这么大的那个烫衣服？就是妈妈烫衣服烫到一半，小孩不乖吃饭就会直接往它。这个是卧室2，这个是大千的房间。对，我的房间就是。你看，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设计，我就觉得很适合你。最好是真的，我就觉得很像。只有这是单人房间。不是，这个就很像你的家，你家就喜欢搞这样子，然后就一个你家就有这种，就是那个工业风，墙壁都裸露这样子。对啊，这故意弄的吧？这是原本的砖墙对啊。好吧，那我觉得他们的设计也是蛮厉害的。Hello， 这个灯就是平常就是每一个拔下都是一根针。是这边的小孩吗？你不适合当家长。我觉得这个的每个房间都蛮漂亮的。好，就这样。然后门口这边进来，我觉得这里设计有点像宿舍，它的那个浴室是在同一区的。你看这边有一个完整的3套的浴室，然后这里呢，在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门后面，又是另外一个对称过来的。我很喜欢这个对称的设计，所以反正这里有2个完整的卫浴。然后这里再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小厨房，这边所有的盘子碗也都这什么电热器也都非常的齐全。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在伊斯坦堡的家。那接着我们等哥哥来，因为哥哥他是从捷克飞过来，等集合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在土耳其的行程。你看这个 portakal， 这个就橘子，也就是葡萄牙。然后这边这个 avocado。
让我想到 Avocat 他们的律师跟法文一样。好，我们接到哥哥了，来哥哥。有，马上进入状态，是也顺便来进行土耳其的第一餐。哥哥来带我们吃土耳其烤肉，没错。里拉跟台币几乎是1比1，没有，我刚刚看是0.8，所以这大概是400块钱。其实这边的物价是不是蛮贵的？我甚至看到一个茄子的 kebab，要500块钱。对啊，这一条茄子500块钱。今天的晚餐，哇，土耳其烤肉。好，我们这样子就正式抵达伊斯坦堡第一天。那目前是有2个成员，接下来明天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探索伊斯坦堡这个城市，然后它会是一支独立阿丁英文的影片。这是什么？这是那个礼物啊，行程表，大签的。我有礼物要给你们。哦，什么东西？郁金香帽。大签的是 fashion sense， 不允许它被戴到他的头上。不想戴。好的，在睡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快速学土耳其文，然后到当地的一些旅游体验。首先，我觉得因为土耳其文它是拉丁字母，所以直接看得到字就念得出来，差超多。因为我在这边看到任何字我都念得出来，所以也让我很容易可以背起来一些新看到的单字，因为到处都是新单字嘛，很多那种重复出现的单字，多看几次就会背起来了。又或者是更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看到的单字，然后实体的出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像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葡萄牙的土语是橘子，我就看到一个橘子，它标识上面就是写 portakal， 然后我觉得这全部都是因为我看到单字就读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单纯就土耳其语的发音系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学习。我大概第1堂课就学完了，到现在就一直都受用。然后再来呢，这边英文非常的通，我讲英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听不懂，但是今天我只要搭配撒进去一点点土语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对方开心。我觉得那个回馈感跟意大利人差不多，就可能他们的语言不是一个一般观光客会学习的语言。这就像是我之前有讲到的那个量表嘛，就是这个语言多热门多夯呢，它的回馈就会递减。在这个光谱上面的极端值就是英文，就你会讲英文呢，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会觉得惊讶。然后在我有学过的语言里面，光谱下来可能是法文，然后再来可能是日文、韩文之类的，然后再往下，我觉得意文跟土耳其文是你讲出去之后，你会明显的看到对方的眼睛亮起来，然后就突然有微笑。就我可能只是讲一些数字，或者只是讲 tamam 就是 OK， 他就会有一种哦，你会讲土语，就整个变得亲切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旅游想要体验那种因为讲对方的语言，然后让他惊喜的这种成就感的话，土耳其文也还蛮适合的。那你真的需要学的不多，只需要打招呼、谢谢、请，然后不好意思，然后接着一堆称赞的嘛，好吃、好棒、好看，只要这些就还蛮够用了。以上就是我旅游前速成土耳其文之后，在当地取得的成果。那接下来会有大概10天在土耳其，我相信应该会在自然的学到更多，然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去把我学到的东西现学现卖。那我们前几天在伊斯坦堡呢，Hook还不在，所以现在就是我大签 Pita， 我们是要在大后天去到卡帕多奇亚的时候才会跟 Hook 会合。总之，土耳其这一整趟旅游视角链各自都会出很多的影片。那以这支影片为起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都可以在我们4个人的频道里面看到我们在土耳其的冒险。刚好位于亚洲跟欧洲的中间点，它连语言都是混血王子了，它本身的国民跟文化也是各种混血。那阿丁英文下个礼拜的影片，我们要一起来好好探索一下伊斯坦堡这个非常独特的城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